单纯甜蜜的情感，热血天真的理想。大白哥哥，大白哥哥，你愿意相信我吗，母亲？美好在现实中被折断翅膀，似乎是逃不过的宿命。就像白居易与香菱，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捉弄。这月白藏着的是白居易那永远也不能再触碰的初恋。富丽东墙，月半子时，烦请替我转达。妾在此献上一曲。把酒言欢，好啊。来呀，喝酒。曲子甚好啊。可不是，你有所不知啊，这可是咱们这里呀1等1的乐伎呢。怪不得如此美妙。哎，乐天兄，王兄，幸会幸会，请入座。乐天兄，一起来听曲子，请。我们与乐天兄许久未见，共饮一杯如何呀？好啊，正有此意。来，乐天兄，来，共饮此杯。共饮此杯。请。哎，妙啊，妙啊！大人好啊，大人可是要寻一位故人。你怎么知道？那位故人托我带句话：扶离东墙，月半子时。你见到他了？他在哪儿？大人自去寻找答案吧。这位是唐朝著名诗人白居易。月半子时，一个身影，一句话，让他回想起了15年前的那个午后。大白哥哥，大白哥哥，快醒醒，快醒醒，快醒醒！大考将至，要发奋啊！多睡一刻也不行吗？是你让我叫你的呀。好，发奋。哎，要不你再多放松一会儿？你上次跟我说的那个月白裙，你再跟我说一遍呗，我想做一条。月白仙裙，你可做不了，我也只是在长安城的辅兴坊见过1次而已。小瞧我，你若说得出，我便做得到。月白2字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孝武本纪》中说：“五帝各如其色，日赤，月白。”日赤，月白。那么像这样的颜色，就意味着是意象世界里面的就是说，一旦做某种大的祭典的时候，某人就要穿成红颜色，象征着日某人就要穿成白，象征着月亮。在古代的祭祀中，白色代表月亮。然而从五行之说来看，白色并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颜色。白色在中国里不讨好，因为它首先方位就在西，它的属性叫金，金木水火土是金，金不是黄金的金，是金属的金那么我们在查这个古代文献里，认为他们所说这个白色其实是来自古人对这种雪地冰凌的这种颜色这是它最初的颜色。后面到了五行联系在一起，他认为金属会闪烁的那种光芒，那么金跟锡总是有一点点这种某种暗示，叫做白事白事中国人是不喜欢的。可是当白色与文学、与器物、与某种情景联系在一起时，就是另一种意境了。
在文人世界里，那就有大量的文人骚客啊，特别喜欢那种月色的意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这个月白的这个名字，包括它视觉的这种感觉，它就一定会显现出来。唐代杜牧说：“月白烟清水暗流，孤园闲恨教中秋。”宋代陆游说：“酒可起夜急，月白天正清。”慢慢的，月白与平静的夜、孤独的心，还有那满江的愁联系起来。一旦沾染了情感，白色便不再是白色了。不是跟我说月白群吗？把我拉到这里做什么？我不是不给你讲，我是一定要现在给你讲。为什么？因为现在是月半子时。月半子时？什么意思啊？你看，月亮是什么颜色？月亮啊，月亮是白色的。那月光呢？月光？月光没有颜色。你把你的素帕子给我，我给你变个戏法。你看，当月光洒在白色的东西上，有一点淡淡的蓝色。这就是月白色。我要做一条月白色的裙子，穿上一定很好看。月白色可不好染呐。大白哥哥，你又瞧不起我。香菱，我此去一定考中。等我做了官，我就能做自己的主了。我一定会再去求母亲，求她答应我们的婚事。你愿意相信我吗？在史料中并没有关于香菱的记载，可是，在白居易的诗中，香菱从未消失。林女、寄香菱、寒归夜、长相思，这些诗里都有香菱的影子。能活在一个人的诗中，是一种浪漫。香菱就是白居易心中最美好的那抹月白。染出月白色要用蓝。明代《天工开物》中写道：“月白、草白二色，具电水微染。金发用线蓝煎水，半生半熟染。”电水就是含有靛蓝的水。靛蓝是人类所知的最古老的色素之一。靛蓝染色是有2000多年历史的东方布料染色技艺。《天工开物》记载，提取靛蓝的植物有5种：松兰、了兰、马兰、木兰、线兰。将白布浸泡在靛蓝水中，在石板上揉搓，再浸泡，反复几次。最后用清水洗掉布表面残留的颜色，放在太阳下晾晒，就会染出美丽的月白色。这个颜色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蓝的浓度需把握到位，稍有不慎，就不是月白了。然而，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月白色存在着深浅的变化。我们就再试一次。每个朝代不同的器物上，月白色都呈现出不同的蓝。这个是跟所有的颜色都是一样的。在中国的传统的语境里，每一个颜色都会因为地域、时代和社会阶层以及
产生使用这些颜色的领域不同而不同的。比如月白啊，月白在不同的朝代、不同的场所、不同的人使用，它所用的同一个词，但是显现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这个已经是中国的传统色彩里面一种特点。在各种月白色中，瓷器中的月白釉尤为引人注目。它似玉非玉，如月光般高洁清透，带着乳白光感的浅浅蓝色。宋代5大名窑中的汝窑和钧窑都对月白釉格外偏爱。从这些瓷器中，我们可以窥见古人对月白的情有独钟。宋代有些这个釉色呢，它认为这个釉不纯，颜色不够纯，它可能含有很微量的这个氧化铁，那么它这个釉色呢，更有一点这个蓝味儿，白和蓝就蓝白瓷、青白瓷，一点点的这个蓝味儿。古人用他们无穷的诗意和想象，创造了比文字更缱绻、比语言更丰富、比一切都委婉的月白色。热血天真的理想，单纯甜蜜的情感，岁月流转，月白始终是心中的那片纯净。然而，美好在现实中被折断翅膀，似乎是逃不过的宿命。就像白居易与香菱，多少年的相知相伴，多少次的山盟海誓，也终究抵不过现实的捉弄。公元800年，白居易在全国大考中进士及第，荣登仕途。这一年，他已经30岁，香菱约摸着也有20多岁了。他们为了等待彼此，都成了大龄青年。白居易借着科考的荣耀，再一次求母亲让他娶香菱进门。我要娶香菱。他家世不好，我不母亲同意还是坚决不同意，并要求他们断绝来往。母亲，我要娶在香菱。唐代，母亲，配偶的门第身份是考察一个人品性气节的关键。母亲绝不允许白居易自毁前程。白居易蹉跎到37岁才结了婚，妻子是朋友的妹妹，来自书香门第的杨氏。大人，这里是哪里啊？阿凤啊，回来了。进来吧，里面坐。这里很多年没人住了吧？香菱远嫁前，她一再嘱咐我，这儿啊不能给外人住。荒了就荒了吧。阿凤，身体可还好吗？还能走路。好，今夜就住在这儿吧，别走了。大人，我知道了，扶离东墙，月半子时，就是月半子时看外面的东墙，对吗？大人，子时到了。
余生多思念，却无一字言。大白哥哥，你陪我一程，我念你一生。这段有遗憾的故事，恐怕唯有温柔的月白色才能与之匹配。香菱染就的月白色，我们只能想象，今天有一批人致力于复原这种美好的颜色，他们也要把月光穿在身上。汉服已经成为一种潮流。1000年前的服装，在当代年轻人的身上获得了新的生命。在广州，有这样一群人，将中国历史上的汉服做到极致。无论是布料的工艺、衣服的制式，还是服装的颜色，都十分考究。这其中就包括月白色。月白色呢，它其实我们一般人的理解的话，可能它是一种很浅的，有点类似银色的白色一样。但实际上我们研究和了解过了之后，其实在我们的古人眼中的话，月白色它是类似我们今天所理解的一种浅蓝色，很浅很粉的一种蓝色。我们中国的色彩的话，在命名上面是有很多一些主观的因素和成分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颜色与介质是紧密相关的。当月白这种颜色配上精细的织物，就会呈现出更丰富的效果。2018年的时候，有一款梅花如意云的暗花纱是第一次用到了这款月白色，大家都觉得不错的。这样一件外衫看似简单，但包含着许多细节：计算、打样、配料、裁剪、缝纫、小烫、手工、整烫。即使是在今天，整件成衣也需要6个人通力合作，用将近1周的时间才能最终完成。可以想象，1000年前一件精美的衣服，又是经过多少能工巧匠之手，才能最终穿在身上啊！是匠心塑造了经典，是情感赋予了意义。一件月白，一段故事，一种倾诉。素雅文静，大气沉稳。这件外衫穿越1000年的时光，透过它，我们看到的是1000年前的月光。未来我们一定会努力的，然后继续把更多的传统的一些中国颜色发掘出来，然后运用在我们汉服的搭配上面。今天，无论是中国汉服的形制，还是中国汉服的颜色，早已被融入到现代时尚设计当中。中国的月白色浸染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温暖着无数人的心。清冷的孤独，绵密的思念，居然都可以融进一个色彩里，编织了中国人最诗意的梦。这就是月白，它是一个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魔术，一个月亮和颜色串通好了的戏法，一个中国人爱了几千年的东方想象。东传西舫巧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
岁月无声，唯此温柔。这就是了不起的中国颜色，月白。